1945年，美国人群熙熙攘攘，处处充斥着激动的呐喊与欢呼。一场由农业部联合承办的特殊竞赛正如火如荼的举行。奇葩的是，这场比赛的主角不是人，而是鸡。在沸腾的喝彩声里，一种杂交鸡脱颖而出。当时没有人料到这些鸡将改变历史，甚至令美国发动了一场气势汹汹的对华粮食战争。对中国人来说，鸡是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种食物，但很多人可能从未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鸡不够吃了，该怎么办？新中国成立后，经济飞速发展，人口增多，吃鸡的需求瞬间暴涨，人多鸡少，着实头大。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完美解决，无论是谁都不会认为鸡是奢侈品。但在这场吃鸡保卫战背后，有着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波折，甚至连美国都牵扯其中，与中国的吃鸡群众们上演了一出出相爱相杀的大戏。原因很简单，最开始帮中国暂时度过吃鸡难关的正是美国。美国的秘密武器名叫白羽鸡。1945年，一场别开生面的明日之鸡选秀，为未来没有硝烟的粮食保卫战埋下了伏笔。这场比赛由美国当时最大的零售商 AMP 牵头，在美国农业部的支持下，吸引了千万万的养鸡户，更在美国的肉鸡培育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次比赛的核心目的就是找出最适合食用、商业利润最大的鸡种。历经重重选拔，一种杂交鸡凭借优秀的饲料转化率胜出，而获得冠军的这种鸡便是现代美国白羽鸡的老祖宗。从此之后，白羽鸡独步天下。于是，当中国闹起饥荒时，美国人果断出手，抓住机会将白羽鸡推向了广阔的中国市场。不得不说，这种浑身雪白的小胖鸡，当时着实令中国人眼前一亮。其实，中国也有属于自己的本土肉鸡，那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黄羽鸡。黄羽鸡好吃是好吃，但是长肉速度慢，至少要90天才能长成。相比之下，白羽鸡就是不折不扣的速成选手。白羽鸡的生长周期仅为40天左右，更重要的是它吃的更少，肉却更多。单单从商业价值上来说，堪称肉鸡中的战斗机。因此，大量美国白羽鸡漂洋过海，成为了无数中国人的盘中餐。至此，中国的吃鸡危机暂时解除红灯，市场逐渐平稳。可是，正如茨威格小说里的那句名言一样，所有命运的馈赠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慢慢的，事情开始不对劲起来。从表面上来看，美国白羽鸡出口中国似乎是一件双赢的好事，美国赚钱，中国拿鸡，彼此尊重，恪守契约。可实际上，情况却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太多。美国的野心远不止于此，既想赚卖鸡钱，又想以白羽鸡为工具，掌控中国的食品命脉，加大话语权，死死扼住中国的咽喉。到那时，鸡就不仅仅是鸡了，甚至可以成为政治的筹码。而美国想要达到这种效果，只剩下唯一的选择：搞垄断。好好的正常贸易，最后又变成垄断与反垄断的战争，美国难辞其咎。在垄断白羽鸡这件事上，美国还真有几分优势。一来，纵然进口多年，但中国始终未曾拿到核心技术，培育白羽鸡绝非易事，需要经过层层基因筛选，并进行多年的杂交育种。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美国的肉鸡育种公司便在多次实践中建立了一套完善而科学的育种体系。中国拿到手的白羽鸡往往是商品代肉鸡，属于整个育种产业链的最底层。在此之前，还有组代肉种鸡、纯系原种鸡与资源群原种鸡等等，甚至公司为纯系建立了超过40代的谱系记录。这些详尽的资料让欧美国家白羽鸡的基因优势尤为突出。除了技术优势外，美国还打起了贸易的主意。2010年，中国商务部就曾经发表过一条重要公告，裁定美国出口的白羽鸡存在严重的产品倾销行为，必须按照倾销额度缴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为了能扩大白羽鸡在中国的销量，美国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政府甚至直接出手，偷偷给白羽鸡提供补贴，这一行为也受到了中国的强烈谴责。中国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这种行为违背了贸易最基本的准则。换句话说，美国想置中国本土的肉鸡培育企业于死地。政府给予补贴，等于变相降低了企业的出口成本，因此企业就会以更低的价格向中国市场大量提供白羽鸡。乍一看，售价降低，中国消费者似乎从中受益。可实际上，美国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真正想要打击的对象是处于萌发阶段的中国企业。有了价格补贴，中国本土养鸡企业自然斗不过美国，低价白羽鸡占领了整个市场，本土农民也损失惨重。久而久之，本土企业越来越难以发展，整个生态链都处于美国的掌控之下。正因如此，中国才要紧急叫停美国的违法行为，并且向美国白羽鸡征收反补贴税款，期限为5年。然而，这依旧无法从根源上摆脱美国对中国食品供应链的影响。但事已至此，前路也已经清晰。中国企业唯有攻克下技术难关，才能治标又治本，彻底粉碎美国的阴谋。可是，这注定是一条无比艰难的路。
在这条路上出现了一家负重前行的本土企业盛农。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便意识到一味依靠美国绝对行不通，我国的良种几乎全部来自于国外，严重威胁了产业稳定，甚至在家禽生物安全领域也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一旦美国爆发禽流感，中国势必会受到影响。因此，培育出中国白羽鸡成为了每个本土企业的终极梦想。但是，中国与美国所拥有的先天条件完全不一样。美国起步早，历经100年才找到了基因的最优解。在此过程中，还有一大批西方科学家从旁协助，投入大量财力和人力后，才有了如今的成果。可中国等不及，若是踏错一步，便是万丈深渊。尽管如此，身为行业领军企业的盛农依旧扛起了重担，成为了领头羊。摆脱美国控制的关键就是阻代机。有人曾形容阻代机就是家禽养殖行业的芯片，这种说法完全不夸张。但中国没有培育阻代机的技术，阻代机又有保质期，因此只能频繁进口。美国的阻代机大多成套出售，一套里有10只母鸡、1只公鸡，售价不菲，还不能拆卖。2014年，中国进口阻代机的数量更是创下纪录，达到了惊人的140万套。无论是定价还是销售模式，都由美国说了算，中国相当被动。更令人无语的是，中国人买到了鸡，也买来了病毒，还要花额外的时间精力来处理非本土的病毒。于是，忍无可忍的盛农创始人傅光明在2016年正式启动了白羽肉鸡育种计划。面对美国的牵制与垄断，他的2连问可谓是振聋发聩。就像他说的一样，长此以往，养鸡人成了什么？中国人成了什么？因此，傅光明在集团内部拍板，要不遗余力培育出中国自己的白羽鸡，就算花再大的代价，也是一个字：值。一支集结了众多高素质人才的养鸡队伍瞬间组建起来，国内外众多知名机构都收到了邀请，参与了育种技术与合作。美国眼见情况不对，还妄图从中作梗，甚至用停止供应作为威胁，要求中国放弃自主研发白羽鸡。但美国人还是高估了自己，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已经迟了。2019年5月13号，盛农宣布研发取得成功，国内第一个白羽鸡品种诞生。至此，西方世界长达100年的技术垄断终于被中国人打破。到现在，中国已经完全实现了白羽鸡的自给自足。这下，美国彻底没辙，任凭美国怎样威胁，都无法再起作用。美国成为了中国最普通的供应商之一，要是美国不乐意干，随时都有人顶上。一时间权力反转，地位对调，美国恨得牙痒痒，却无计可施。一只小小的白羽鸡背后蕴含着中国人的不懈努力，更是中美贸易战的典型缩影。中美的竞争藏在方方面面之中，而粮食安全又往往是国人最关心的话题。近年来，中国的粮食安全持续提升，都有赖于国内新技术的开拓。压力越大，动力越足。无论何时，中国人都不可能让外国企业嚣张横行、大搞垄断。守住粮食，保卫餐桌，始终是中国人最淳朴与坚定的信念。